男人手持猎枪在林中狩猎，却不料发现自己成为了猎物。四周响起阵阵的猎枪声，他慌忙躲避逃窜，不慎跌入一个深深的陷阱，腿骨咔嚓摔断，痛苦的嚎叫着。正当他以为这将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时，出现了一个神秘人，头戴阴森可怖面具，猜测不是男人就是女人。男人以为将要得到救助，却不想这位神秘人拿出一条长虫，缓缓地扔了进去，转手又拿出几条扔了进去，红的白的花的，在男人身上游爬，吓得男人惊呼，几秒后就成了长虫口中之餐。伴随着阵阵的哀嚎声，本集也就正式的拉开了帷幕，请准备好你们的小板凳，嘴里含着棒棒冰，耐心看完。莎拉的母亲布伦达在昏迷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身处异处，脚踝被锁链子拴着。正当她做着无用的挣扎之时，突然进来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，缓缓的来到布伦达身前，将拴着铁链子的石头扔进了水里，石头的坠力致使她硬生生的被拉了下去。上气不接下气，马上就要断气。岸上的神秘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。外孙女莎拉一路小跑找到了这里，可为时已晚。她看到被淹死的外婆，死劲地挤出了2滴眼泪。没多久，警官卡姆来到了现场，将尸体运走后，开始安慰起莎拉。毕竟是儿时的玩伴，安慰的就要彻底。可卡姆的老婆在一旁很是不自在。莎拉又再一次来到监狱找提莫。根据外婆的死因了解到，由于是溺死，那应该是七宗罪中的嫉妒。莎拉表示，外婆嫉妒心确实很强，所以在年轻时用石头砸中同学。提莫认为莎拉如果也有秘密的话，那她也会有被害的风险。莎拉想起有很多次神秘人都可以杀掉她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又放过了她。难道莎拉是安全的？莎拉希望提莫能帮助她抓住凶手，但提莫认为刽子手现在已经陷入了狂热，扮演上帝的角色在惩罚犯错的人们，浑然不知自己也沉迷于骄傲，用不了多久刽子手就会出错。骄傲纵使他从暗处现身，到那时候就在等着抓住凶手。提莫虽然答应了帮这个忙，但开出的条件是莎拉要送给他一缕头发。一头雾水的莎拉找到保罗，案情分析中保罗想起了好友特伦，表示这个人也许能帮助到莎拉。但没多久特伦就出事了，刽子手设下陷阱，将其用毒蛇咬死，也就是本集开头的一幕。特伦被害这一消息传开后，卡姆的老婆杰尼找到了莎拉，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几年前的晚上，驾驶救护车的特伦在路上遇见一位喝醉酒的女孩艾拉，表示自己喝多了回不了家，让她帮忙送回家。可特伦着急与杰尼偷情，没有理会醉酒的艾拉，开车便离开，却没想到这个女孩失踪了。5年间都没有找到这个女孩，女孩的妈妈也早已精神失常。原来这件事老婆一直瞒着卡姆，自己心爱的妻子竟然和好友特伦有染，并导致另一个好友的女儿失踪，并且还隐瞒她多年，这让她很是愤怒，一气之下离开。杰尼心里非常内疚，来到教堂祷告，希望观音菩萨能保佑她。这时大门突然打开，面具人冲着他的背影慢慢走来。杰尼瞬间被迷晕，接着将他抱起，迅速离开。第二天朦胧中醒来，身上放着一些蜂蜜，树上还挂着吊瓶，不知名的药水不断的流进杰尼的体内，致使他动弹不得。片刻后，草丛里发出滋滋的叫声，一只老鼠顺着蜂蜜的气味袭来，接着一只又一只，放眼望去很多只。不久后，一对情侣来这里拍照。Come on, every bird in the world. 顺着狗狗的叫声摸去，赫然发现了杰尼不堪入目的尸体，被上万只老鼠啃食，想想都叫人脊背发凉。警长得知消息后立即找到卡姆，得知老婆遇害后伤心至极。法医初步分析死者是个女人，死因很可能是呼吸衰竭导致，并且静脉注射了一种麻醉剂，这种麻醉剂只能导致不能动弹，但感知还在，也就是说痛感也在。当法医掀开后，尸体的样子叫人作呕。卡姆确认了是自己的老婆杰尼，从表情中可以看出她很是伤心，转念又变得非常愤怒。这个神秘而又诡异的小镇里接连发生了7宗罪审判式的谋杀案，并且一次比一次的残忍。新闻里莎拉的老公戴律正在播报着每一起案子的情况。最意外的就是杰尼的死，她可是警官的老婆，所以也就表明了这些并非是激情犯罪。被害者们的过去都有着不可告人的黑暗秘密，这些秘密与7宗罪中的一项有关。凶手就像义警一样，在这个小镇中清理门户。显然这家伙还没有杀完，如果是7宗罪审判式，那应该还剩下3项：骄傲、色欲、贪婪。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当女社长下班准备回家时，忽然听见诡异的声音，开始还没太在意，没走多远，诡异的声音再次出现。这次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肝颤颤的开始加快了脚步，迅速窜到了车上。突然又看到了前风挡上有可疑之物，下车后拿过来一看，是一封信，信上赫然写着：老朱造场，明天上午11点见，刽子手。女社长以为凶手要接受她的采访，于是第二天独自一人来赴约，兴奋地准备好采访的一些设备。这次采访如果能成功，那她事业就会瞬间达到一个顶峰，当然也要有一些防备，准备了一个电棒棒。突然吱嘎一声，惊恐地看着前方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下集见，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
这头老牛心急想要吃嫩草，女孩害怕的喊叫着要回家找妈妈。弱小的身体怎能承受老牛的摧残？随着车体的晃动，女孩的喊叫声不绝于耳。来了来了！2024年之前又一部以七宗罪审判为试题的惊悚冷门美剧即将来袭，凶手残忍连续夺走多人生命，不看到最后一集根本猜不出真凶是谁。一经上映，惨遭各大平台封杀，每一集的凶案现场都足够震撼人心。本集开始便燃爆高能，新闻界的女社长为了成为网红，吃了5斤的熊胆后，竟不明就里的来采访连环杀人犯。可没成想，这个举动将自己送入了深渊。等她迷迷糊糊醒来，脸上已经挂了彩，被揍得五眼青，恐惧地看着前方，并苦苦哀求能够放过自己。但她想的有点多了，可没成想对方要难的她。只见面具人拿出一把小刀，慢慢地来到女社长的身边。接下来，即使我马赛克打满全屏，也无法遮挡住对女社长的残忍酷刑。随后画面切换到一家快餐店内，一名染着满头黄发的男子正在啃食鸡肉卷，咬着咬着感觉咬不动了，结果拿出来一看，竟然是一只耳朵，当时吓得肝都颤碎了。报警后，警长带着手下赶到现场，发现比耳朵还要大得多的异物，拿出来一看，赫然看出是一具头颅。警长推测受害者肯定是名女性，并立刻认出死者是电台女社长，判断出应该是刽子手所为，因为贪婪者的惩罚就是在热油里煎熬。概率推理，他肯定是触碰到七宗罪的贪婪。这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到底是谁呢？然而在这个神秘的小镇上，命案接连发生，按照七宗罪的顺序进行着，下一个应该是色欲的审判。刽子手依然没有停下他的屠杀，每当有人触碰到七宗罪，他就会将其残忍的审判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这边惊见骇闻的审判师凶案即将悄悄上演，故事需要回到5年前的那个夜晚。女孩艾拉酒过3巡后，独自站在路边等待回家的车辆，碰巧警长开车经过这里，表示愿意顺道带她一程。艾拉毫不犹豫地上了车，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。然而当车子快要到达目的地时，突然停了下来，警长的咸猪手竟伸向了艾拉。艾拉感觉到事情不对劲，但为时已晚，她心急地喊叫着，如同被困在老牛口下的嫩草。随着车子的晃动，她即将面临撕裂般的痛苦。转眼间，艾拉被警长关进自家地下室，长达5年之久。在这里，她感受到了地狱般的恐惧，而对警长而言，这里却是天堂。他强迫艾拉生下了一个孩子，除了吃喝拉撒和上班，就是整天和艾拉腻歪在这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内。警长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，认为这样的生活可以一辈子延续下去，而艾拉则计划着如何逃离这牢笼。他们的孩子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好奇，希望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玩耍，拥有自己的一群小伙伴。艾拉试探着警长，希望能够让孩子自由，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。无论他说什么，警长都不肯让母子离开地下室半步。艾拉感到绝望了，突然拿出小刀，将其抵在警长的脖子上。Give me your keys. All right. 警长交出钥匙，艾拉让孩子先走到门口，孩子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妈妈要做什么。接着艾拉将警长击晕，迅速跑到门口解锁，拉着儿子逃离了地下室。警长很快从迷糊中清醒过来，摇摇晃晃地追了出来。艾拉虽然成功突破了第1道防线，但他发现通向自由的门无论如何都打不开。见到警长追了上来，他立刻带着儿子冲向楼上，警长一个箭步迅速追赶。Daddy. Jake. 可惜儿子是懵懂无知的，他显然认识不到母亲艾拉的遭遇。艾拉苦苦哀求，但警长知道儿子杰克是他的软肋，他将手臂抵住杰克的脖子，示意艾拉如果不听话，他会勒死孩子。无奈之下，艾拉只能妥协。警长的妻子出来看到这一幕，尽管艾拉苦苦求救，他依然两眼一闭，爱谁谁。就这样，艾拉的逃亡失败，他再次回到了原点。警长的欲望异常旺盛，家里不仅有妻子，地下室困个小的，外面竟然还养个老的，隔三差五的往这处溜，也常常和外面的女人纠缠不清。他的人生也算是到达了顶峰。然而这个老女人提到了一个引起他杀心的事实，原来莎拉与警官卡姆来找过这个老女人。据说艾拉失踪的那天晚上，老女人曾见过她，但老女人表示当时只是在酒馆闲坐。大约晚上11点半时，艾拉从她身边走过，之后发生了什么她并不知情。虽然老女人不知道警长的秘密，但卡姆与莎拉的到来使警长的心里开始有些不安，他害怕自己做的亏心事败露，于是拿出了一只狠活。女人兴奋地注入到了自己的体内，怎知这次的量比平时要大的很多。没过多久，老女人在兴奋中停止了呼吸。虽然警长有些不舍，但终归算是解决掉了潜在威胁。接到报警后，卡姆等人赶到了现场，警长也假意的在现场勘查。卡姆提议将针管拿去检验指纹，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，这让警长感到不安了。夜晚，莎拉独自来到艾拉当年失踪的地方，思考艾拉失踪的原因。恰好警长像往常一样从这里路过，出于善意搭了莎拉一程。路上，莎拉提到好友的女儿当年在这里失踪的事情，她决心要弄清楚真相。可刚有点头绪，今晚老女人就突然自杀。莎拉经过
过深思熟虑，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失踪与自杀的背后肯定有人在操纵，但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警长内心的不安开始从他的脸上显露出来。这一幕恰好被莎拉注意到，他感觉事情不妙，想要下车，但车门已经被锁住。警长用枪威胁莎拉，要求他将手机扔出窗外。莎拉无奈的照做。警长启动车子继续前行。不久后来到一片废墟，他打开车门，强行将莎拉从车中拽了出来，紧接着一膝撞击，扛起莎拉来到堆满轮胎这里，重重的将其摔了上去，再接着拿出小锤砸向莎拉的小腿，隔着屏幕都感觉到那种疼痛。莎拉痛得凄厉嚎叫，警长试图用破抹布堵住她的嘴，但被莎拉狠狠地咬了一口，趁机挣脱并挠挠开跑。警长连开数枪未中，正巧一辆小车经过，莎拉借此成功逃脱。警长越来越担心事情的败露，他拿出一桶汽油，有意要结束这一切。他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恶行迟早会败露，表示不想坐牢。说着说着，将汽油倒在了自己的头上，接着又往床上倒去。但他的行为吓坏了艾拉，艾拉表示愿意与他一同死去，但他们还有个年幼的孩子。凑巧这时莎拉带着卡姆和一群警官来到这里，虽然警长的妻子试图阻止他们进入，但还是好说歹说才得以进入房内。大家小心翼翼地走向地下室。当他们看到失踪已久的艾拉时，十分震惊。同时，艾拉已经发疯的母亲也赶到了现场，紧紧抱住了她失散已久的女儿，痛哭了起来。然而没想到警长听到卡姆等人的到来，早已逃之夭夭，驾驶着心爱的小快艇远去，来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小木屋。可刚一进到屋内，面具人突然出现在身后，一击将其打晕。接着画面转移来到了火葬场，警长在火炉里苏醒过来，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拼命呼喊着救命，但大火已经猛烈的燃烧。此时无论他做什么也都已经无济于事，最终他被活活的烧成了灰烬。虽然报应来得有些晚，但终究没有迟到。警长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，也算为自己送了终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下集见，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夜幕降临后，房间中弥漫着一片宁静的氛围。沉睡中的夫妻熟睡得很香甜。突然间，一阵微弱的声音传来，将他们从梦境中唤醒。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身影，原来是他们的儿子。怪异的男孩此时正处在梦游状态，他的眼神空洞，仿佛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所牵引着。母亲的喊叫声打破了寂静，让男孩从睡梦中惊醒。他开始不断的唠叨和咒骂，责备男孩每天梦游的习惯，以及每天尿床的问题。You are too old for this. What is wrong with you? Sorry, Mom, I didn't mean to. 妈妈认为他是故意的，说着男孩每天影响到自己的睡眠，还要给他换床单、洗睡衣，扬言以后要让他每天裹着尿不湿睡觉，穿着去上学，并告诉他全校同学这么大了还尿床，不给他点教训就会是永远长不大的婴儿。男孩无助地看着母亲，面对他的唠叨和责骂，他感到了自卑和压抑。这种痛苦的经历让他渴望逃离这样的环境，未曾想到他的情绪在一瞬间发生了转变，伸出手轻轻推开了母亲，母亲顺着楼梯摔倒下去，停止了呼吸。父亲听到声音赶了出来，儿子露出了一抹邪笑的笑容。一个扣人心弦的惊悚故事即将展开，请准备好你们的小板凳，来迎接2023年最引人注目的悬疑犯罪佳作吧！让我们一同揭开谜底。本集将颠覆你的想象。这个神秘的小镇上，凶案一连串的发生着，每一起都与七宗罪的审判有关。如果你曾观看过前几集，你一定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女主角莎拉回到小镇引发的。先是邻居胖婶被刽子手残忍的五马分尸，因为他触犯了七宗罪中的愤怒。随后房地产商贾斯汀的过分贪婪，导致流浪汉一家因煤气窒息而丧命。暴食、懒惰、嫉妒等罪行也相继发生。警长卷入的色欲之案更让局势复杂起来。那么这个戴着面具的神秘刽子手究竟是谁呢？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凶手的真实身份将逐渐浮出水面。莎拉一直坚持寻找凶手，但她的调查中发现了让她毛骨悚然的事实：她的丈夫戴绿在认识她之前就开始追踪父母被害的案件。莎拉开始怀疑戴绿与她结婚并接近她有其他目的，这也引发了两人之间的矛盾。然而事情并未止于此，在戴绿的行李中，莎拉意外发现了一个盒子，里面装满了所有受害者的遗物。这一发现让她头皮发麻，立即决定报警。卡姆带领一群手下冲进戴绿的报社，迅速将其逮捕。莎拉心中疑惑，她无法理解自己的丈夫怎么会变成了刽子手。在巨大的伤痛中，这时卡姆走过来，好心安慰莎拉，并趁机向她表白。原来他早在上学时就暗恋着莎拉。莎拉在伤痛欲绝之际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卡姆的爱，二人迫不及待地拔起了萝卜。画面展现出令人目不忍视的场景，太过精彩疯狂，只有充值的观众才能一睹为快。一阵风暴过后，卡姆表示要回警局办案，便离开了。他亲自审讯了莎拉的丈夫戴绿，万万没想到，他真正成了戴着绿帽子的男人，仍然试图为自己的嫌疑辩解。在经历了一夜风雨后，莎拉陷入回忆中，她翻出了上学时的照片，想回想一下卡姆小时候的样子。然而，她突然发现照片中的卡姆拿着一张画，让她感觉似曾相识。她检查手机后，震惊地发现，这张画与警方发现的杀人素描完全一致，连魔王的造型都相同。莎拉感到疑惑重重，于是偷偷潜入卡姆的家，探求真相。她径直走进地下室，赫然发现大
大量作案工具，血迹尚未清洗干净，还有袋子里没有处理的残肢断臂。莎拉的心颤抖不已，她立即拿出手机报警，但突然她意识到不行，不能报警。警长出事后，卡姆将成为警局的首脑，他明白只能自己解决这件事。他转身来到万圣节舞会上，找到了好友保社，根据他的指引找到正在看热闹的卡姆。二话不说，莎拉径直走到了卡姆面前，撒了一个小谎，说要和他拔萝卜。卡姆不解地问：“这么多人呢？”然而在莎拉的好说歹说下，还是来到了走廊里。两个人迫不及待地开始拔萝卜。就这时，莎拉悄悄地拿起事先准备好的小刀，酷刺一下刺进了卡姆的腹部。这时保社正巧走出来查看情况，卡姆拔出小刀，回手扎进了他的身体，顺手划伤了莎拉的手臂。莎拉趁机逃跑，卡姆一路紧随其后。莎拉慌张地跑回了家里，觉得自己解决不了这事情，到了还是拿出了电话报了警。但这时卡姆奋力地撞开了门，莎拉一个机灵躲进了屋内。就在危急关头，突然冲出一人撞向卡姆，反手将其摔了出去，接着骑在身上一顿小拳拳。莎拉出来一看是老公戴绿，一声喊叫致使他分了神。卡姆趁机反击，将戴绿按在地板上摩擦，撞晕后继续收拾莎拉，没跑2步就被卡姆抓住头发，反手摔在地板上，顺手酷刺一刀，疼得莎拉嗷嗷嚎叫着。接下来卡姆说出了他从小到大的事情，原来影片一开始每天尿床的男孩就是他，他觉得这世间对他太不公，不但亲手送走了自己的妈妈，竟然还捏断了父亲的脖子，从小就立誓要当一个惩恶扬善的刽子手。可种种事情将他彻底推向了深渊。说着说着躺在了莎拉身边，继续说着他从小暗恋莎拉一事，又说着说着骑在了身上。莎拉突然的反击将卡姆打晕，颤颤巍巍地拿起小刀，来到门口锁上了房门，并径直走了回来。刚要对卡姆下手，戴绿走了出来阻止。莎拉苦苦哀求老公帮她一把，戴绿无奈来到了卡姆身后架住了他。接着莎拉说着自己外婆惨死的事情，并同时将小刀慢慢地扎进了卡姆的身体，然后再拔出来，再慢慢地扎进去。就这样，边说着每一个被他害死的名字，边慢慢地拔出扎进。随之外面的警铃声越来越近，敲响了房门。莎拉最后一鼓作气，将这个恶魔刽子手一刀封喉。莎拉与老公戴绿以正当防卫无罪释放，并离开了这个神秘而又诡异的小镇。看起来事情已经结束，但在本季的最后一个小女孩的出现，彻底打破了短暂的宁静。她来到一只小猫这里，抱起了它，微笑着狠狠地扭断了小猫的脖子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点关注，我们第2部见。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